所以大家就都知道了，银行肯定会倒闭。中国的银行向下倒闭不是这么倒闭，就是大行倒闭。中国我跟你说，向下的危机啊，比你们想象的要惨得多得多，无法想象。小老师，四大行预计一下什么时候倒闭，有提前准备，这我可真预计不了啊！这按这4个的中农工建，我估计怎么也是中共要完蛋的时候开始要倒掉。还有人把中国的衰退跟当年日本的衰退相提并论。我负责任能跟大家说啊，就是你们现在写这个问题，负责任说一点都不可能比较，中国跟日本一点可比性都没有。有没有人知道日本在衰退之前的景象是什么样？1995年，1995年的时候，美国的全国 GDP 才7.64万亿美元，而人口连美国1/3都不到的日本 GDP 的总量是5.4万亿美元，美国 GDP 70%以上。当年在日本出现危机之前，日本人均的 GDP 是美国的2倍多。日本在全世界所有大国中 GDP 人均 GDP 人均收入人均保障妥妥的世界第一，妥妥世界第一。你们能想象吗？当年全世界股市中一半以上的市值是日本什么索尼啊、三井、三洋这些公司创造的，占全世界一半以上。日本在全球所有的经济指标中都是遥遥领先，真正领先的。而且当时日本海外企业对日本经济的支持度已经达到了50%以上。日本国内的社会体系对政党的腐败的监察的严格程度比中共强大的多得多，中共根本没有可比性。当时日本社会福利的保障程度比现在中国的水平都不知道高了多少倍，还有很多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都远超中国。不详细说了，探究真相的自己去互联网上查当年日本经济情况。那最终结果大家都看得见了啊！日本衰退后失去的30年，其中长达20年在大萧条、大衰退周期里。现在中国最牛逼的时候，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1/7，日本是2倍以上，中国是1/7，收入就跟日本更没法比了。就是按这个比例算，人均 GDP 日本萧条的时候，日本的人均 GDP 是现在中国的14倍以上。从经济根基、经济结构、政治模式、社会保障、国际关系所有层面，中国跟日本都没有任何可比的条件。所以如果有人把中国现在的经济衰退拿日本做比较，我先跟大家说，任何意义都没有。听得明白了吗？任何意义都没有。人家的底子那么厚，条件这么好，人家衰退就算10年20年，他是有重新站起来底气，但是这么好的底子也是要用20年以上才能够站起来逐渐。中国就什么底气都没有，不光没有底气，而且把未来100-200年的精力、资源、资产都消耗干净的情况下，这消耗干净还这么薄的底子情况下，你现在衰退，你衰退经济那就只有全线完蛋了。中国只有一个政治体制改变现状，推倒重来才有希望，否则在现在基础上只能国家破产，任何挽回的都没有可能。好吧，跟大家说一下，就不要拿中国和日本去做任何的比较。人家衰退只是衰退，中国衰退就是完蛋，这2个意义完全不一样。你不能拿人家的，你得比较得有条件嘛。你他妈班里你倒数第2啊，人家是全班第1，人家学习成绩不好受影响，你拿你不会影响，你跟人家比，你说拿啥比？你是从倒数第1变成倒数第2了，然后你衰退了，你就跟人家第1比，你说你拿啥比？这扯淡的事儿，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大家聊？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都聊一聊。派出所被爆竹炸那个我都聊过了，那个我当时说的时候就聊过了，大问题就是直接崩溃，没办法，我们没有底垫，日本当时那么厚的底垫，小县城房子不是暴跌，是失去流动性。暴跌还好，暴跌其实挺好，也就是有人问小县城房子会不会暴跌？暴跌是你100万房子你50万卖得动，这叫暴跌，听得明白了吗？100万房子50万卖得动。
小县城不是暴跌，是流动性停止，100万房子10万都没人买，听明白了？这俩意义不一样，知道了吧？就是中国的大的城市叫暴跌，小县城的房子叫怎么办？人家问我，我说你只能寻求当地银行如果宽松，赶快贷款现金出来，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叫逃了，就现金出来，爱不要房子不要房子，爱失信不失信，反正你逃了，就是他将来去拍卖房子是他的事。小县城的问题不是暴跌，再说一遍，是流动性枯竭，比暴跌惨多了，听得明白了吗？啊，趁当地如果银行机构或者有关系，或者还没完全死，赶快抵押套现，懂了吧？啊，这就是这个。对，国务院发扩展粮食来源文件是出现粮食危机信号，我已经讲过了，前几天讲过了啊，让大家开始存点压缩饼干、压缩粮食，讲过了啊，肯定是出问题了。主要是国内黄金到年底会大涨，会不会大涨不知道，但是涨是一定的，黄金是一定会涨的，听得明白了吗？啊，大不大咱就不知道了啊，这跟你买入卖出价很多东西有关系，但是黄金一定是会持续上涨的。翟老师穿的太低调，我不低调啊，我这穿的舒服啊，我舒服就好，这低调啥？今晚美联储降息吧？不知道啊，那谁知道啊？对吧？你们很多人都已经提前不知道多少期给我下定论了啊，告诉美联储一定降息，降多少？我不知道啊。啊，我的论点很简单，不一定降啊。翟老师，你净胡说八道，现在肯定要降，不可能不降啊，就是在25还是50个点，肯定得降。嘿，那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说一下小杨哥，小杨哥谁让他有钱呢？小杨哥该死，不光小杨哥该死，辛巴也该死啊，罗永浩也该死啊。为什么？因为都是有钱人。现在在中国，记住了，民营企业只要是有钱的都该死，只是看用什么方式把他们都收拾死了而已。对吧？方式放在这儿，放在外，反正不收拾不可能。国有都穷成这个揍性了，还能让你们民营的还能有钱赚啊？你们还能有财富？这根本不是中国共产党做事的风格。什么叫倒茶30年？什么叫以前说的话不算数？对吧？养老体制中国说多少年了？中国现在就算是改制度，我问问大家，是不是也应该从现在开始进入工作的这批人去改？对呀，2024年进入工作人，你们这些人退休年龄延迟到63岁，否则他妈的你这不是国家撒谎不算数吗？中共老干这事，国家永远在撒谎。所以对于一个从来都撒谎，从来不说真话，想怎么撒谎就怎么撒谎，想怎么定规怎么定规则，一切规则都只为了从你们身上榨钱，就这么一个目的来做的国家政党独裁者来说啊，他对于有钱的民营企业能让你们待着？除非你们是白手套，只要不是白手套，就都得死，一个活的都没有，只是看什么时候找着什么招而已。说说自己滑到台湾的那个人啊，你们不要去比较，命很好，你不知道每年多少这样的人都被收拾了。这个人滑了5天呐，你们知不知道他得多命好？5天带了64瓶水，无数的压缩饼干。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就怎么活下来？就这样，最后找到台湾巡海的找到的时候，人都已经迷糊了，人都半死不活的状态了。听明白了吗？就是你们不要干这个事儿，就是你们出事死亡的概率，这真是这样的呢？那你就走个线儿不行吗？而且还台湾有可能被遣返，对吧？有可能被遣返啊！这个人现在公开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大家明白了吗？就不要去太冒险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在海上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没有任何踪据，那5天你怎么过啊？不建议啊，完全不建议。对，找到人你脱水了，对呀，人都迷糊了，你就想想，你不建议你们大家去，真不建议大家去，好吧？出事的概率太高。